再过大概15天啊，一座美轮美奂的冰雪大世界将要在呼伦贝尔的伊敏河畔诞生了。因为我爸都有证啊，有牌子，就各个立功的那些牌子。因为我爸是元老，跟彭大怀他们都是战友。离开中国最冷城市根河市后，我前往中国、蒙古、俄罗斯三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满洲里，因为必须在呼伦贝尔的中心城市海拉尔转车，所以我在海拉尔待了1天。阿术闯东北第43集，欢迎你和我走进海拉尔市溜达一圈。我已经慢慢习惯了，因为大雪导致整个出行计划被打乱了。哇，这个雪的话砸到脸上还不只是冷，还有点痛，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那个颗粒。咱们能看到啊，根河站它的一个建筑的外面是这个木板啊，就是跟它这里处在大兴安岭腹地，然后木材资源丰富的这个特点息息相关啊。然后上面那个是蒙古文吧，然后那边有一条驯鹿的一个图案啊，就是处处都彰显着这个地方的一些地理人文特色。你看这火车站门口空无一车，已经延误1个多小时了，然后列车员说可能还要再有2个小时列车才到站。一片白雪茫茫。延迟了3个小时才上车。这个窗外的大兴安岭啊，真的时间像静止了一样哦。在东北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，如果没有亲人朋友的话，那真的是很难熬的，太寂寞了。这是伊图里河镇啊，这大雪纷纷的。今天一天几乎都在火车上，从下午的2点钟，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，还有20分钟到这个海拉尔。晚上10点钟抵达了呼伦贝尔海拉尔站，今天坐火车8个小时啊，从根河到达了呼伦贝尔，我们开始新的旅程吧。这地上好多冰啊，挺滑的，没有那个扶梯啊，得小心一点。呼伦贝尔的雪也下得挺厚的。我这个叫东方商务宾馆啊，这是一个标间啊，还挺大的呢。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，我还挺吃惊的。这个房间才54块钱，就是在北方啊，它冬天的这个房价是真的低啊。你看54块钱就能住到这样的房间，可见冬天这边的话可以说是相当冷清的。夏天的话，因为这里有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嘛，周围好像下了一点小雪，这样。这个冰面路面打滑，这车进不去了。一个猪肉香菜包2块钱一个，这猪肉青椒包也是2块钱。简单吃个早餐。这太阳好刺眼，有点睁不开眼。我现在来到了呼伦贝尔的哈萨尔大桥啊，你看桥上有2个巨大的码头的雕像啊，下面这条河是伊敏河，好漂亮这一幅画面。可惜这里不能航拍，因为附近有机场。呼伦贝尔据说是中国机场最多的城市啊。说到呼伦贝尔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啊。我还看了一篇文章，它讲到呼伦贝尔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啊，是山东省跟江苏省2个省的面积的总和。其实呼伦贝尔市呢，它是由多个这个地级市或者说县级市组成的。比如说我前面去的根河市就属于是呼伦贝尔市的，包括海拉尔。海拉尔呢，就是呼伦贝尔市的这个政府驻地啊，所以你可以把呼伦贝尔理解成一个很大的、巨大的城市，甚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省啊！哇，太漂亮了吧！你看这不动河，其他的一个河面都结冰了，就这个地方不动。
像我身后的这条河叫伊敏河啊，它贯穿整个呼伦贝尔市的这个城区啊，它是这个额尔古纳河的支流。咱们知道，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，也是中国跟俄罗斯界江的一个支流啊。所以这一条伊敏河呢，流到了额尔古纳河，再流到黑龙江，最终从这个俄罗斯远东流入太平洋啊。你看上面是蒙古语吧？今天海拉尔的气温大概是零下15度左右啊。如果你把手套啊什么都戴上的话，还没关系。呼伦贝尔自古为游牧民族的牧场，境内大兴安岭为古代鲜卑族居住之地。海拉尔是今天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区，始建于清朝雍正12年及1734年，以伊敏河左岸正式建成。又因它位于呼伦贝尔两湖之间，于是称它为乌伦贝尔城，简称呼伦城。在清朝末年，当地的老百姓因为呼伦贝尔城位于海拉尔河附近，又称它为海拉尔城。在21世纪，随着呼伦贝尔盟改为呼伦贝尔市，海拉尔呢也撤市改区，成为海拉尔区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海拉尔街道上的这个路况啊，是我去的东北这些下雪的城市里面，我觉得这个路最不好走的。它的这个路面上的冰层很厚，而且是坑坑洼洼的，起起伏伏的。我打了辆出租车的话，走在这路面上，我就感觉这个车像这样子的，人走在上面也特别滑。哎，挺好啊，3轮的。因为下雪天嘛，路比较滑，如果你骑2轮的话，很容易这个摔倒了。3轮的话就很安全。对面有一间叫1屋2元百货工厂直营店啊。我发现在东北的这些边境城市啊，义乌的商品挺受欢迎的，到处能看到义乌的这种商铺啊。因为无论是对于咱们国人来说，还是对于特别是俄罗斯人来说啊，他们特别需要这种物美价廉的小商品。这里看到一个叫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，应该清朝设立的行政机构。这是一个呼伦贝尔古城啊，这里是南门城楼啊。我们继续看一下，进来这一片都是古城了。这里也写着中国最北部国家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啊。今天的温度是零下16度啊。这个温度计我想到根河的那个温度计啊，只是这个是袖珍版。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始建于清雍正12年啊，1734年。被入侵呼伦贝尔的沙俄军队烧毁。海拉尔自建成之日起，就是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啊。呼伦贝尔古城据说是还原了清朝时期呼伦贝尔的一个面貌啊。我们简单看一下吧。其实街上人也特别少，零下16度的话，这个耳朵冻的还是挺疼的。这是一个驼队吗？这是一个蒙古包啊。我看一下这一位英姿飒爽的军人是谁啊？叫苏炳文啊。他是1892年生人啊，呼伦贝尔最高行政长官。抗战派兵参战。呼伦贝尔应该也下雪，下了好多天了，这个雪的话还挺深的。像两边有的树叫山脊子，在逆光下能看到这个雪花纷飞啊。今天出门忘了戴手套了，我以为这边没根河那么冷，我发现出门了还是零下16度，还是挺冷的。这个手拿着露在空气中还是挺冷的。都是本地居民啊。像冬天的话，东北这些城市游客是非常少的。所谓的古城啊，其实就是一些仿古建筑，卖韩式料理的蒙古烤肉，那边买奶茶冰淇淋啊，还有卖俄罗斯商品的，还有一些文创特产的小超市。也许吧，到夏天的时候，这里又是一个这种很多人拍写真的，穿着蒙古族服饰的一些男女啊，在这里拍写真。这里是玉石加工的，小酒馆。呼伦贝尔城啊，它上面是有蒙古文的。
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，这边的外卖小哥骑车都是3轮的，这个是我在全国第一次见。你好，你看3轮的电车啊，Atlas， 这个雪多厚呀？有这么厚。现在到饭点了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在街上忙碌起来的身影啊。哦，这可以理解成是这边的一条美食街了吧？两边清一色的这个餐饮店啊，土豆泥、螺蛳粉、麻辣烫、麻辣香锅，冷的我这个都流鼻涕了。咱们还是走那个有阳光晒到的地方吧，暖和一点。哎呦，我以为是很硬的冰。睡衣、短裤、袜子一律清仓防甩，一件不留，卖完为止。哎，空空荡荡的一个商场啊，室内直接穿短袖。1楼是各种金铺啊，像这实体店的话，要么就是这种服装啊，然后卖黄金首饰的呀，要么就是餐饮啊，可以稍微的抵御一下电商的冲击啊。这块一般不是最冷的话，就是40度左右。40度左右哈。对，像根河那头就冷了，根河那头得达到50度左右。我刚从根河回来的。过去最冷的时候，就这个电线到了冬天都这么粗一栋。哦，那是不是把一些电线都给压垮了？那个是呗，有的那个可是呗。招牌都是有汉字跟蒙古语的。我了解到现在在伊敏河畔啊，在建一个这种冰雪大世界，里面的工人在这个做冰雕啊，所以我打辆车过来看一下，我还没见过冰雕呢。现在有一些爱车人士啊，都给自己的小车穿上了保暖内衣了。咱们看到，像乌伦贝尔跟根河是一样的，它的这个汤圆啊，都是露天的哈。我发现呼伦贝尔的一些居民楼啊，主要以这种中低楼层为主啊，6层、7层、8层啊，像那种20-30层的高的住宅楼不是那么多见。3轮小电驴啊，我已经听到那个冰雕的那个机器的声音了。这里的哇哦！你看这雪多深啊！哇，这雪太深了！你看，看着这一片白茫茫的世界，我想起一句中国的老话，叫“一白遮百丑”啊！一场大雪啊，像是给这一座城市涂了一层薄薄的这个粉底一样，让它看上去的话，很唯美。滑道。啊，有用斧头的。
一个报道完。你们在这里工作几天了？哎呀，10多天了。您是哪里人？吉林松原。幸好我来这里了，我真的感觉特别有收获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。哇，好多那个巨大的冰块，而且透着一股那个蓝绿色的一个光泽啊，特别漂亮。我好奇哪里来的。中国东北的冬季漫长且寒冷，尤其是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等省份，积雪覆盖机场，气温低，提供了适合雕刻的天然材料。在历史上，冰雪文化和东北的民间信仰、祭祀仪式密切相关。早在清朝时期，东北的满洲人民便开始在冬季用冰块搭建冰屋，并举办一些冰雪娱乐活动，如冰上溜冰、滑雪等。而雪雕与当地冬季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，居民会雕刻雪像作为祭神的一部分。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特别是20世纪后期，冰雕、雪雕逐渐从民间活动发展成了一项公共艺术，并开始成为以节庆和旅游为主题的文化产业。中国东北呢是冰雕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哈尔滨冰雕展。每年冬季，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成为了整个东北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明星。阿树在后面呢也计划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有不同的这个施工区域呢，各司其职啊，每一个区域的冰雕主题也不一样。这个雕舞台，雕舞台，到时候这个舞台会有表演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您是哪里的？我们是根河的。根河的。哦。人家都有30年的了。啊，你做这个有30年了？没有。我们才做几年，洗完了直接就拉走了，搁冷库里头存上了。哦，对，哦，就存到今年了。再过大概15天啊，一座美轮美奂的冰雪大世界将要在呼伦贝尔的伊敏河畔诞生了。看一下见这个巨大的冰块，它是去年的时候从这个伊敏河挖的，然后呢放到冷库里面储存着，今年呢再拉出来使用。半个月哈。你们是做这一个冰雕多少年了？10多年。10多年了哈。有比我们时间长，我们是10多年。这个是造雪机吧？这就是一块刚从冷库里面拉出来的一个大冰块。像那个铲车上的雪，就是造雪机刚刚造出来的。你看这个最大的一个雕塑啊，就是这个冰雪大舞台啊，到时候很多冰雪有关的一些文艺演出就在这个舞台上展开啊。
这里的各种噪音啊、氛围啊，让我想到那个就是建楼房时候那个施工现场啊。咱们能看到这些从造雪工地里面运出来的这个雪块呢，就通过这个吊车用一个类似于麻袋一样的东西把这个雪装在上面，然后吊到那个可能是舞台里面的位置啊。置身在这一片冰雪大工地啊，对我一个南方人来说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，然后不由得感慨，这只能是生活在这个北方寒冷地区的人民才能想到的这个智慧啊。他们想到可以把冰块放到这个冷库里面储存，来年呢作为这个建筑施工材料，然后再使用，也挺好玩的。这是一块一块的巨型的冰块。有一些造型已经雕刻出来了，这又是什么呢？这是刚从冷库拉了一车的一个冰块来的车辆，我的脸都冻僵了，但是我心情还挺激动的。我感觉啊，这个比你直接进到那个现成的已经建好的冰雪世界还令人兴奋，因为你看到它从无到有，它是怎么一个一个雕刻出来的。冬天的东北因为气候太寒冷了，很多的生产活动都已经取消了，比如说一些建筑工地啊都停工了，所以不少的人啊处在一个待业的状态。刚好这些冰消雪雕产业呢又能够吸纳好些这个失业的人口。我发现这个还是挺庞大的一个工程啊，就一个雕塑都要好多的工人，然后每个不同主题的雕塑就是一帮团队。哎，师傅你好，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什么造型呀？这个好像是个牛宝宝。牛宝宝啊，您是有图纸吗？您是怎么精确的雕刻的呢？但是年头太多了，不用说仔细看，大概多少年了？看20年左右了。哦，是啊，冬天夏天都是在干，步兵雕也做啊，从东边的抚远一直干到新疆的喀什，啊，从北边漠河一直干到海南的海口。啊，你全国都去过了？对，啊，都是干那个兵，室内冰雕。啊，还有这个水泥雕塑什么的。一年能干几天呢？一年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。一天有500块钱吗？差不多吧。现在师傅正在雕刻这个牛头的耳朵吧。大坯子。他们是美工，我是邮递手，下料的，都得好10年了，好几十年了哈。30多年。您是哪里人？我是黑龙江绥化的啊。咱们这里有多少位美工呀？就是30左右。这是呼伦贝尔最出名的驯鹿啊！
这是一个雕好的蘑菇屋啊，前面还有一头大熊啊。这蘑菇还有烟囱，有窗户。跟我刚刚在根河见到的那个驯鹿的一个鹿茸是挺像的，咱们能看到它是有点镂空的形状的，我觉得挺有难度的，因为你看现在太阳照在上面啊，就是气温的不断变化，那真的一点都不会融化吗？这个冰你看，就像玻璃一样。咱们来看一下这头小熊，它的眉毛黑色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一块黑布做成的。还有这个以后它就固定成一个方形。等它硬实的时候，固定了完了再拆。啊。这是画师。来到这里，我终于理解了另一个成语叫“冰清玉洁”啊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冰呢，它透着一股澄清色的那个色泽啊。中国结还有石榴，还有2个小娃娃。眼前的就是结冰了的伊敏河。哇，我低估了这个呼伦贝尔的温度了，撑不住了。我太冷了，我进这里躲个5分钟吧，我这个耳朵都快冻傻了。我这个脸，哦。这个酒店大概是呼伦贝尔名列前茅的酒店，因为这里是承办这个冬季亚运会的。哎，暖和了一点。哎，这些小松树啊，压着厚厚的积雪。呼伦贝尔大草原啊！现在下午4点了，我还没吃午饭呢。刚才拍冰雕太入迷了。赶紧尝尝，这个口味不一定会一样。像这个叫羊肉手揪面片，这个是送的奶茶，加一点盐吧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面，还挺特别的哈，它这种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些羊肉。它这个是有清汤跟番茄汤的，我要了一个番茄汤的，有一些这个鸡蛋饼吧，香菜，还有木耳。早上我就吃了刚才那2个包子，刚才拍那个冰雕就感觉很饿了。
离开根河后，终于没那么咸了。这边的面，这个面片软软的，加上这个浓稠的番茄汁呢，来一碗这个很舒服。这个善良的小姐姐啊，给我一碗这个口味稍微重一点的这个汤啊，然后一下子更入味了。啊，好吃！这个很浓郁的奶香啊。吃完了，刚才那一碗面挺不错的，18块钱。咱们知道，像海拉尔呢，它是呼伦贝尔的这个政府驻地，也是呼伦贝尔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啊。然后刚才那名女生告诉我，像海拉尔呢，它的蒙古族人口啊，应该是1半多一点点，剩下的是汉族跟其他民族啊。而且呢，这里的学校跟国内其他地方的学校是一样的，就是已经不教蒙文了，除非特别的一些专门教蒙文的小学呢，还在教蒙文。像这边的很多的一些蒙族人啊，他可能会听得懂蒙族语，会说蒙族话，但是他已经不会写了。哎呀，这些瓶瓶罐罐也不值钱，现在啥都不值钱了。吃的东西你都多贵呀，吃的东西太贵了。啊，您退休了没有？我退休了，我都70了。啊，不工作待不住啊，待着就人就完了。啊，你应该退休有30年了吧？我退休20年了。20年了哈，50岁退休的。对。咱们现在退休金有3000多块钱，小屯那个酱菜厂。哦。然后现在这份工作1个月也有1、2千。2500。嗯。对，我就为了锻炼，对，花不了啥玩意儿，孩子们都给。嗯。给一顿还是他们的。嗯。给了你帮他们长着是吗？对。给这一顿还是他们的，反正我能花多少啊？你有几个小孩呢？我3个。3个小孩啊。对，我看您70岁了，您这个精神啊，您的这个身体，我觉得挺健康的。嗯。我55年生人，你算计吧。啊。是不是70多了？70岁了。哎呦，奶奶已经70岁了，还在坚持劳动。还行，还行。准备干到多少岁呢？我过年就不干了。今年本来我就8月份我就下去了，后边招不上人了，我就接着又干的。哦，我爸是抗美援朝的，完了到海拉尔了，奔七斤来了，完了来了就都分，我们姐儿3个都分为了。我爸不抗美援朝受伤的嘛，就是民政局都给我们姐儿3个都分配工作了。所以你是在海拉尔长大的？啊，对，我10岁到这儿来的。那我爸是沈阳部队的。啊，那您是跟着谁过来这里的呢？我跟我妈又走一步道，就又嫁了一家。完了我妈就把我们都带出来了。就是妈妈嫁到这里来了。又嫁到这里，我爸去世了以后就嫁到这儿来。哦。嫁到这儿来，我们就跟着我妈，没有几年我就跟着我妈都来了。完了，因为我爸都有证啊，有牌子，就各个立功的那些牌子，找到民政局就给安排工作了。因为我爸是元老，跟彭大怀他们都是战友。哦，您精气神特别好，我就很喜欢。我不像70岁的人。不是啊，你看你那个说话的那个，而且笑容很有感染力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了，孩子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下期呢，我将去到中国、蒙古、俄罗斯3国交界的满洲里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陆路口岸，每天呢有很多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前往俄罗斯、前往欧洲。这是一座充满了异国情调的边境城市，十分的有意思。如果你对边境城市、对这种冰雪文化、对这种寒冷气候里的生活方式、人文感兴趣，请留意一下我的接下来影片。